俄罗斯是终于急了，就在本月中旬，根据俄总统普京的证实，第一批俄罗斯的战术核弹头已经运抵了白俄罗斯。好家伙，这是要再次挥舞起核大棒吗？难道说除了核武器，俄罗斯已经没有其他手段了吗？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在本月16号，第26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出席论坛并且发表讲话的俄总统普京证实，俄罗斯的第一批战术核弹头目前已经运抵了白俄。在会议之后呢，有关于俄罗斯究竟会不会使用核武等一系列问题，也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此外呢，在当天的会议中，普京还公开说道，这次的核弹头只是第一批，我们将在夏末或者年底前完成这项工作。而这次在白俄部署核武，也成为了俄方自苏联解体以来首次在俄罗斯境外部署此类可以用于战场的短程核武器。按照此前普京的说法，这次运载核弹头的是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极限射程可以达500公里，目前已经对11架白俄战机进行了改装。此外呢，在此前的6月13号，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曾表示，这些弹头的威力是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的3倍。根据事后路透社的分析，如果卢卡申科的说法属实，那么俄方每枚核弹头的当量应该是4.8万到6.3万吨。其实就核武器的射程或者当量而言，战术类别并没有确切的定义。虽然战术核武的当量普遍是低于战略核武器，但是一些可变当量弹头兼具战术战略作用。通常来说，战术核武的当量从几百吨到5万吨不等，而战略核武的当量呢，则是一般在10万吨到超过100万吨不等。不过呢，战术核武威力虽小，但却有着极大的危险，一旦启用，很容易就会升级到使用战略核武器。因此，在白俄部署战术核武器依然是很危险的行为。对此，普京给出的解释称，将战术核武部署到白俄，主要是为了威慑、支持乌克兰的北约各国。只是不同于卢卡申科，此前按有关白俄一旦面临侵略，将毫不犹豫地下令使用核武的说法，普京表示，俄方将一直保留对这些战术核武的控制权。此外呢，虽然这次俄罗斯和白俄并未公开这些战术核武的存放地点，但有美国媒体曾分析称，这些武器可能位于白俄罗斯距离立陶宛边境40公里的利达空军基地。部署战术核武之后呢，该基地能够覆盖乌境内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几乎整个东欧和丹麦、瑞典、芬兰的一些地区。未来如果俄罗斯决定使用这些核武器，那么与乌克兰拥有1084公里边境线的白俄，将使得俄方的飞机和导弹更方便快速地攻击潜在目标。不过，想要发射这些战术核武，就必须要有特定的战机。那么，白俄目前有哪些战机具备该能力呢？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其实早在2021年12月，卢卡申科就宣布要修改宪法，包括从宪法中删除国家的无核地位。修改之前，白俄的宪法第18条承诺，白俄旨在使其领土成为无核区。修改之后变成了白俄排除从其领土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侵略。为此，一场宪法公投在2022年2月27号举行。当时俄乌战争是刚爆发，尽管充满怀疑和争议，公投仍然是以 86.64% 的赞成率顺利通过。4个月后，卢卡申科前往圣彼得堡会晤普京时，普京向卢卡申科保证，会在接下来几个月内向白俄移交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随后，同年的8月26号，卢卡申科在当时曾经说过，白俄不少的苏式攻击机已经进行了改装升级，现在是可以携带核武器了。而在年底举行的俄白首脑会议期间，普京和卢卡申科共同宣布，俄罗斯正在帮助白俄罗斯培训能够使用带有特殊弹头的机载弹药进行作战的飞机机组人员。这里的特殊弹头指的就是战术核武。到了今年3月25号，普京在接受采访时宣布，白俄机组人员将在4月3号开始在俄罗斯受训使用战术核弹。他还说，7月1号我们将完成在白俄领土上建造战术核武器的特殊储备设施。紧接着，在4月14号，白俄国防部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飞行员站在苏25攻击机面前，宣称已经在俄境内完成了使用战术核弹的训练课程。视频中的细节结合了卫星图，基本可以确定是在白俄利达空军基地内部。
目前呢，白俄的苏25战机基本都是部署在这里。而苏25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被用于测试携带核弹，其中呢包括为飞行员添加特殊屏蔽和其他修改。但是这种改进型呢，当时并没有批量生产。目前白俄空军装备有60多架苏 25K 和苏 25UBK 飞机都可以进行改装。只不过由于苏25的作战半径较小，在空战中呢主要是被用于近距离空中支援。如果用这款战机搭载核弹，效果恐怕并不理想。毕竟这款战机的突防能力很有限，即便是带着核弹，也很难打出什么有效战绩。而除了苏25之外，白俄还有第二种选择，那就是苏24。早在2022年8月份，就曾有消息传出，卢卡申科想要将苏24进行改装，以方便他们携带核武器。而在苏联时期，苏24也确实能携带战术核武器，执行核打击任务。在苏联解体后，白俄空军便继承了35架苏24攻击机，但是由于白俄没有该机的生产线，最后使用该机挂载核弹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因此，综合如今白俄的机库，最适合挂载核弹的飞机是苏30，该机的突防能力相较于苏24和苏25更强，载弹量达到了8吨，航程也更远。并且白俄在2022年的时候就接收了4架苏30 SM。要知道，俄军的苏30 SM 就曾经有携带模拟核航弹的训练，而且该机可以携带西比内电子战吊舱，可以说是白俄空军中最后的牌面了。未来随着与俄罗斯的深度绑定，白俄可能还会获得更多的该型战机。只不过从这次俄乌战争中俄军战机的表现来看，即便是苏30战机在如此高强度的对抗环境下，也很难对乌军严密设防的目标投放核弹。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这次俄罗斯之所以如此迫切地要在白俄境内部署核武，应该还和现今俄罗斯的处境有关。最近根据俄国内媒体的报道，俄乌战争持续至今，已经有超过5万名士兵被确定阵亡，总伤亡人数更是接近了20万。根据相关分析显示，炮击和伏击是俄军阵亡的主要原因。而面对如此惨烈的伤亡数字，俄罗斯现在正面临着愈发严峻的困境。一方面，继续作战对于俄军来说变得愈加艰难，目前已经很难实现战争初期设定的目标，且现有的兵力远不足以取得完全胜利，未来至少还需要60万军队才能消灭乌军的主力。然而增兵呢，也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光是数量上的增加还远远不够，俄军还需要应对更多的挑战。毕竟俄罗斯正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上的压力和制裁，这使得增兵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军队的补给和后勤保障也是个一直困扰俄军的重要问题。如果未来想要增加军队规模，就必须要更多的物资和人力支持，否则就无法确保俄军持续作战的能力。此外，俄军还需要反思自身的作战策略和战术。要知道，战争持续至今，尽管俄军在装备和火力上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是乌军一直使用的伏击战术却显示出了俄军对于非对称战争的脆弱性。未来俄军需要更灵活和更多样化的战术手段，才能应对乌军可能采取的各种战术和策略。而至于乌军在最近的军事行动中，则是展示出了显著的军事化程度提升，这一切都得益于北约各国的大量军事援助。现今乌军已经拥有了北约制式的先进坦克、火炮、导弹以及装甲车等现代化装备，再加上北约各国对于乌克兰情报共享、军事顾问和训练等方面的帮助，使得乌军可以更好地运用现代战争的战略和战术，以此提高作战的效能。既然在战争初期俄军未能一鼓作气地击败乌军，现今随着乌军实力的不断增强，想要彻底击败乌克兰的概率已经很低了。之后随着北约先进战机的到来，俄军的处境只会更加恶劣。要知道，目前俄军在前线已经是处处采取防守姿态了，越来越依赖阵地防御。一旦乌军获得大量的先进战机，就能集中主力撕裂俄军防线，进一步压缩俄军的控制区，甚至将其赶出乌克兰。另外呢，就是在波罗的海区域，俄军的压力也在变得越来越大。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北约各国已经在波罗的海和北冰洋区域陆续举行了数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在今年的5月26号，芬兰和美国就曾举行了一场联合地面演习，参演兵力高达7000人。这轮演习呢，一直持续到了6月2号。
在同一时间，北约还在俄罗斯周边举行了军刀卫士2023和北极挑战2023军演。不仅如此，在这几次军演开始前，北约还制定了一项对俄作战的秘密计划。根据有限的信息，这项长达数千页的计划将指导31个成员国升级部队和后勤，以应对未来可能遇到的威胁。该计划预计将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获得批准。这还不算完，在此前3月24号，根据环球网报道，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还宣布，为加强北欧空军，4国将组建一支联合机队，使用北约战术制定北欧联合空中作战行动的概念，使4国空军能够作为一支部队无缝运作。虽然内容没有提及到具体的执行时间和俄罗斯等字眼，但在会晤结束之后，丹麦空军司令表示，组建联合机队的起因是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并声称未来联合机队的实力将能与一个欧洲大国相提并论。这说法并没有夸张成分，因为从战机数量方面，联队战机的总数量将有大约250架战机，已经超过了法国空天军的230架，一跃成为了美国众多欧洲盟国中最大的一支战斗机部队了。另外，根据丹麦国防部发表的声明，这次组建的联合机队的最终目标是根据已知的北约方法，开发一种北欧联合空中作战概念，从而使4国可以作为一支部队无缝协同作战。4国可以集合所有的军机力量，打造出一个迷你北约的实体，从而达到更好的联合作战效果。其实这个构想早在1990年就曾提出过，但是当时由于瑞典和芬兰秉承着不结盟政策而无法实行。直到去年，他们在5月份申请加入北约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期间挪威空军司令还声称，联合机队将成为建立联合北欧空中作战中心的基础，并表示该中心的指挥结构还可以容纳美国和加拿大。这是不是意味着未来美国和加拿大也将加入该机队？如果是的话，可以预测未来俄空军和俄海军在波罗的海和北极上空将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或许也正是因为以上原因，才使得俄罗斯迫切地想要在白俄境内部署核武。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付乌克兰，毕竟乌军也不可能打到俄境内去，而是为了震慑波罗的海周边的北约国家。至于为何一定要选核武器作为主角，当然是因为俄军已经没有啥能拿得出手的了。不论是战机、坦克还是军舰，经过这1年多的消耗，俄军手里的存货也不多了，因此核武器就成了主要手段。总结来说这次正式在白俄部署核武，俄罗斯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威慑周边国家，并不会真的动用，不然后果也不是俄罗斯能够承受得起的。那么大家认为俄罗斯最终会在白俄境内部署多少枚核导弹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